男嘉宾小孙来自山东，24岁职员，有请小孙，有请。女嘉宾小王来自山东，23岁职员，有请小王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谈恋爱多久啊？2年，快2年了。快2年啊！今天谁想来诉苦啊？他想跟我分手，然后我想挽留他。为啥要分手啊？从认识到现在，我觉得他对我的感觉越来越淡了。在一起2年就这个样子，如果时间越来越长的话，等到以后结婚，真的可能要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了。怎么会觉得一个男人对你越来越淡呢？比如说，我觉得他现在是越来越懒，然后现在越来越没有。就是没有耐心了。我承认我们2个人可能都是有一点懒。那比如说，有时候中午回家做饭，做完饭之后，可能一个人做饭，另一个人就要面临刷碗的一个任务。但是有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啊，我今天好累啊，我不想刷碗，能不能攒2天，然后今天你先刷，后2天的时候我再攒一起刷。我觉得更可气的是有一次我特别不舒服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这次先刷了吧。本来就是他刷碗这次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那你刷吧这次。我说我真的是不舒服，我说你就刷了吧。然后他就真的是很生气，然后碗一摔就放那儿去了。最后的结局就是谁也没有刷碗，然后我就摔门而走。那次真的是特殊情况。然后前一天晚上吧，我跟几个朋友还有生意伙伴，然后一起吃饭。第2天早上起来之后，真的是特别不好受。然后到了中午，一上午都没缓过劲儿来。我觉得你先刷一次，或者明天我把这一次给补上。但是你不知道我不舒服吗？但是那次确实也是特殊情况，我真的也是不舒服。还有就是，你不能只看到我的一些瑕疵跟缺点。我们2个在一起之前，我连厨房都没有进过。然后为了你，我从网上查着菜谱，去学着做饭。碗也是我之前都是根本都没有碰过。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，然后我们才开始。你让我刷碗，好，我学。以前我的手也是，就是从来都不碰油的东西，但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刷碗、刷锅，也是各种在做。那次少爷，我拦您一句啊，您这不会做饭很光荣吗？从来都没有沾过油，我看看您那细嫩的小皮肤来。哎呀，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。就是我一般都是中午的时候，我们2个人差不多是一起下班嘛，然后回来一起做饭。做完饭之后，你就一起吃嘛，对吧？2个人坐一起说一下今中午发生的事情，我感觉挺好的。然后他回去之后，比如说今天我做饭，他就开始一个劲儿在那玩手机，然后要不就是玩电脑，就抽出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都要去和朋友一起去玩游戏。那吃饭了3遍2遍根本就叫不动，就是。他整个人就是完全投身于他的游戏和他的朋友当中，而且其实我单位也有工作餐的，我也可以完全在单位里面吃饭，对吧？我为了你大辛苦的跑过来，做完饭了，我一个人在那晾着吃饭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对，这个事我知道，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有时候确实就是男生嘛，跟朋友们一起打游戏，那局游戏确实就是没有打完，我也可能你们女生就是不明白，就是网游它。没有暂停，但我也不是每天都打游戏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偶尔有这种情况。然后我也跟你保证过了，我说以后你说让我一下不玩了，那也不太好办。我朋友这边也不太好说，就是我慢慢的，我一步一步的，我也正在就是减少玩游戏的次数嘛。好的是在家的时候，就是能看到他的人，就是不好的时候是。他出去跟朋友一起玩，因为他的职业是稍微自由一点，可能下午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儿了，然后就去跟朋友一起玩游戏了。那玩吧，最起码你跟我说一下，或者是说我找你的时候真的有事儿，你跟我回一句。他可能坐下之后1个小时，你1点给他发的消息，可能4、5点的时候才会给你回一句。消息回复是随缘的状态，就看到就给你回，看不到那算了，那可能就你就当没有发过消息吧。我觉得你很不尊重我。我也不是每次都不给你回啊，就是有时候我确实就是真的没有看见，或者以前我也给你回过，但是我回了之后就是这种情况，你给我问一句你在干嘛，我跟你说我在干嘛，然后你就会就是紧跟着就会有一大堆的问题问过来，然后我可能现在手上做的事都没法做了。有时候我在外面也
不单纯是玩游戏，有可能是我是真的是有工作要忙，有客户需要吃饭，怎么回事的？你说我在跟客户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你跟我发微信，给我打电话，我把客户放那不管，我去回你的微信吗？那我做这一切，我赚钱，我是为了什么呀？我不就是为了咱们两个好好的吗？你说我把工作给撂了，然后去回你的微信，去照顾你的情绪，我每次都是吃完饭之后，我不也是，就是赶紧给你解释这个情况吗？上一次是因为他说他要和他的朋友去吃饭，我说那好啊，那你去吃吧。然后9点半快10点的时候，按道理说应该快吃完了，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，我说那边怎么样，吃完了没有？然后1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就觉得可能是他在吃饭，他在忙，然后就没有给我回复消息。然后我就说那行，那等一会儿吧。等到了11点多，再给他打语音电话，还是打不通。然后就有点着急了，11点了嘛，最起码你得回家了，得回去睡觉，因为明天还有工作嘛。然后给他打电话，这个时候手机就是一个关机的状态了，就怎么打电话也找不见这个人。然后那一晚上我真的是没有睡好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安不安全。那次确实是我不对，那次是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嘛，然后就把手机都给放桌子上了。然后就说把手机调静音，谁动手机，然后就是谁请客，然后就跟开玩笑一样，一个小游戏。然后可能后来之后，慢慢的就喝的有点多，然后到后来我们几个人，然后就一起去网吧去打游戏了。结果到了第2天起来之后，就是我清醒之后，我立马就给你开机，给你打电话，给你解释。真的那天真确实是喝多了。意识可能都不受控制。你像之前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出去跟朋友喝酒都会发微信啊、发视频。其实那个时候，因为还是有点讨厌的，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呀，给我发这么多消息。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，突然有一天他不给你发了呢，你就会觉得心里空空的。我是属于那种生活要有点仪式感的人。因为他觉得就是比如说纪念日啊，或者是说情人节的时候。这种东西不需要去过，因为2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一些事儿做了，或者是说，甜蜜的话说了，其实每天都是在过这个节日。其实这个道理我也懂。我说那好，那咱就不过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一句晚安，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句早安，因为。我觉得就这简单的几个字，可能就会让我这一晚上就睡觉的时候会很幸福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会感觉这一天动力满满。然后就这件事情，他就老是记不住，我就这一个要求，就这一个生活的仪式感，他都满足不了我。哎呀，兄弟，你还是过这2个节去吧啊！那1年2回，这天天得2回啊！你过节去吧。哎呦，就是有时就说到这个早安晚安这个问题，你烦不烦这事儿？别说了。你直接说，对，你就告诉他，为什么情侣之间不能真实的交流呢？又做检查，哎呀，就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我做的很不对。有时晚上我都快睡觉了，然后我把手机给充上电放一边，我躺床上，我突然想起来晚安没说，然后我会惊起一身冷汗，然后我去给大家说晚安。有时候早上起来我闹钟没听见，然后起晚了，然后可能8点上班，我7点40起了，然后我还要洗漱，还要开车去上班。这个时候我还给他说一句早安，然后还说有时候确实就是忘了，然后他就会抓住这些点也不放。还有一件事是，他就是老放我鸽子。就是比如说下班的时候，其实我俩就是顺路。就是他下班的时候可以顺道接着我，然后把我送回家，其实挺顺路。但是呢，有时候他会说那个我下午下班的时候去接你，因为女生嘛，就是一听到自己男朋友要来接你了，整个人会欢呼雀跃，整个下午就是时间会掐着表1分1秒的去过，然后等到下班的时候就会一个劲儿的赶紧冲出去见到他想要，但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出去了，出去之后。马路上没有人，可能是有点拥堵，然后我就想，那好，那我等你一会儿吧。那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1个小时过去了，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我就自己回家了嘛。回家之后，他就跟我说我下马了，他去骑马了。然后那次本来是上午，我跟他说我下午去接你，然后我们一起回家，然后。其实前一天我就约好了跟马术教练要去练马术，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我把这个事给忘了，然后到了下午，教练一跟我说
你下午过来，我们约了场地来练马术，然后我就去练马术了。然后我这个人一上马之后，我就把手机静音一放安包，然后可能就忘了。下马之后我才想起来，一说了今天要去接他，然后可能那次确实是2次，他把我一个人撂那儿去了就。哦，我觉得你去骑马，我知道你喜欢骑马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也不拦着你，对吧？你最起码你不来或者你有事儿，你提前跟我说一声。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尊重我，就是把我忘了。我觉得马好像比我重要。哎呀，我觉得我的爱好与咱俩感情不冲突啊。但是你最起码尊重一下我，你跟我说一下，不要让我等着你好吗？我知道我也可以回家，其实我家也很近的。我就是觉得你要来接我了，我觉得挺开心的还。然后最后这件事情又有一个非常失落的结局，明白，对吧？我问您几个问题啊，想分手吗？不想。啊，不想分手的原因是？因为我爱他。爱他什么？我就爱他这个人。哦，爱他这个人什么呢？他的全部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反感他，让你跟他说晚安、说早安呢？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以后是要过日子的啊。我觉得没有必要用一些条条框架来束缚自己。说得好，你想娶她吗？我想。打算什么时候娶？明年。啊，这都有规划了。对。行吧，嫁不嫁呀？再问。你跟他在一起累吗？说实话。累吧？累啊！这他谈了2年就累了。累。未来一辈子好长的，不累死了？因为我觉得这在磨合期肯定要累的。磨合完这段时间之后，我觉得会好。那你希望磨合成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是向他靠拢，还是向你靠拢呢？双方都向彼此靠拢吧，这是我的理想的想法。行，其实有很多问题。也有一些很简单的解决方案，比如说不洗碗，咱买个洗碗机，这事儿也解决了。可是有人会想啊，买个洗碗机，谁把碗放在洗碗机里呢？洗碗机用久了，谁来消毒呢？如果说在恋爱期间，连这种问题你们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沟通，而是要靠这种争执，并且在这样的舞台上去说的话，其实我还挺替你们的情感担忧的。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可能会有更清晰的一些判断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国红兄，我很好奇，你们2个人是怎么认识走在一起的？我们2个人是学车认识的。也就是说，2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汽车驾驶，现在2个人在一起却开不好爱情的车了。你们是把爱情保卫战当爱情返修的4S 店了。确实就像他说的，2年了还在磨合期，可能原来他任何事情都是把你放在第一位，但是由于这样的爱情进入常态以后，他有一些疏忽，这一点他也在反思。所以你们2个人的问题，我认为更多的是要相互适应，相互为对方去学着改变一点。如果说能够适应就在一起，还是不能忍受，那好聚好散。我就说这些吧。好，谢谢博红兄。来，沙娜老师啊。再来说，女生提到的这个仪式感，仪式感一定是自发的，不是说我逼你要有仪式感，你一定要有仪式感啊！你没有仪式感，这就不叫谈恋爱了，就证明你不爱我。我给你提一个更人工智能的。定时发送啊！我直接定点，每天8点一个早安，晚上10点一个晚安，完事儿了。仪式感是由心而发出的，对你的爱。哪怕我10天没有给你发早安，10天没有给你发晚安，但是我每天都能陪你一起坐在饭桌前，亲亲热热的吃完一顿饭，这就叫仪式感。仪式感是爱的表现表达，不是被迫去用这个仪式感来表达你爱我。所以我们不要活得那么教条，那么较真儿。如果这么较真儿的去谈这场恋爱的话，那我觉得这恋爱还不如不谈呢，对不对？好吧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娜老师。来，曲总。我认为呢，情侣的相处方式啊，有3个阶段。
第一个阶段形影不离，通常呢这就发生在热恋阶段，那如胶似漆的就想整天都腻在一起，别说早安晚安了，我每分钟都在想你，这都是可以的。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这个阶段，但是势必随着感情的稳定，它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，叫亲密有间。在这个阶段里头，基于感情已经比较稳定了，可能某一方就会想，我想多留点时间啊，给我自己，我做一点我自己认为感兴趣的事情。但可是另一方就会感觉到被冷落了，而这会儿呢，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，就依赖和反依赖。而在当感情再发展的时候呢，进入第3阶段，就独立共存。这是真正上是质的变化。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，不再互相牵绊了，而是相互成长。甚至于，当某一方因为什么原因不再存在了，但是那一方还能独立地支撑这整个家庭的幸福，叫独立共存。而通常情侣发生问题最大就在于第2阶段。而第2阶段呢，产生的问题点呢，因为是这样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说进入到了第2阶段。现在状态就是男生已经觉得我们可以2年了，我们已经可以进入到稳定的这个阶段了，我认为已经稳定了，我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。但是女生呢，好像还在处于第1阶段。她居然现在2年了还在有说，如果我的男朋友说下班来接我，我整个下午每一分钟我都是高兴的，我都是期待的。而这会儿呢，你们就步调不一致了，因为他比你先进入第2阶段，你还没有。所以女生要注意的是，你势必要走入到第2阶段的，势必。但是你的男朋友只是比你先走入了那个阶段，基于他不是不爱你，而是基于他觉得稳定了，你也会这样的。所以你要在这点你要体谅他。而男生呢，你要关注到女生的这个点，你要等一等他，你要多在意他这种冷落感，这样2个人的步调才能一致，这样感情才没有问题。所以说，彼此过渡好第2阶段，才能有第3阶段的幸福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涂老师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很矛盾？一方面你要去提一些所谓的仪式感的要求，另外一方面你又希望这种仪式感不要给对方形成负担。对，不要给对方形成负担，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，你不想自己惹他讨厌。女人对男人要不要有要求？要有，因为有些男人就是需要被管理的。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没有要求的话，一再的妥协，到了最后，男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的忽视你。但是要求分为2种层面，第一，不提不尊重人的要求。如果你一旦要是提多了这种不尊重别人的这种要求，其实你是自取其辱，因为你没有资格提这样的要求。每个人都要尊重对方。所以我们就会发现，有些女生对男生提一些男生达不到的要求，和你没有资格提的要求，以及连他妈都不应该提出来的要求，你以为你在耀武扬威，在体现他爱你吗？不是，你在自取其辱。因为对方既然达不到，结果就要打你的脸。第二，应该提出合理的要求，比如说要他洗碗，比如说他要守时，比如说他答应了我的事情，他就要去做。这种合理的要求一定要有，而且绝不能退让。但是也要记住一点，合理的要求提了1次2次，对方还做不到，就不要再说了。响鼓不用重锤。一个人只有自己在沉默的时候，沉默面对一个反反复复改变不了的错误，这样去对待对方的时候，对方才能够感觉到真正的仪式感。而对于男生来说也是一样的，对于那些不尊重你的要求，你做不到你就明说，你说我做不到，我认为这种要求很不合理，而不要一昧的去忍。第二，你要分得清好歹，那些要求是对你好的，是帮助你们促进彼此感情的，咱就得听，别分不清。
太多了，需要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恋人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希望下面的60秒是你们坦诚的说心里话的时间，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觉得我非常珍惜这段感情，我们的双方父母也都非常认可我们。我觉得我肯定你也是爱我的，你对我提的要求，我都在尽可能的满足你。我也需要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改变。刚才你说的那些错误，我也都在一点一点的改正。我做不到一下子就是变成你想要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会慢慢的成为你心目中那个优秀的人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，希望我在我真正忙的时候，你能给我一些帮助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我希望今天老师们给他们的建议，他们能够真心的去吸取，真的去做一些反思。来吧，看他们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请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宠着你，我会纵容你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图，有请。快来，这个特别好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送给他们俩真是太好了。以后不想洗碗的时候，就给他冲一盒古方红糖嘛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。谢谢各位老师。